傍晚时分，肖战走到了军哥书屋。哇，你好，看到那个地方好神奇哦。可能那些门牌你应该很熟悉里面，好像包括小水池、黄河那边的18梯呀。啊，18梯。那里洗的时候，所以说洗都是你都是收集回来的。对，它实际上也是个地名，也是个重庆一个历史一个建在。来，看那个，你肯定对那个很了解，里面的方言。重庆语文儿，蛐蛐儿，丁丁妈，丁丁妈儿不存在。像我们经常口语，第一句话都是不存在的一句话。对了，不存在。后来我们才发现，他们拿的重庆语文其实是星星做的。大扑帕。喜欢发掘城市记忆的人们总会相遇。坐会儿嘛，在外面。来，走。哎呀，来，整点红茶。漂亮的小伙儿。小心了，标准的有点熟，我觉得有点熟。他说他觉得认得到你呀。我觉得长了一张大众脸。大家都是住到那附近的吗？还是？我不是，但是我住这边近。像我上班离那个地方很近，但我都不晓得，以前都不晓得那个地方，看到书我才晓得那个地方的。坐噻。我觉得大家都好很有爱心，好随意，而且给那个喂狗啊那些，给狗带狗粮啊那些啦，因为那地方都是流浪狗。他们都住附近。重庆离开了好多年了。我大概接近5年了。回来第一件事情还是吃火锅那些。我昨天还吃了，然后拉肚子狂拉。那应该整点老警察。我现在还在拉，然后眼睛里还长了个梅那种，今儿早上起来，哎呀，恼火惨了。小面吃了对吧？吃了，今儿早上。小面我觉得重庆小面确实。是了。我觉得那个地方很像我小时候都是，当然不是在那边儿哈，很像我小时候都是那种房子也是那种，都是那种矮房子居民楼，然后也是那种到晚上来，大家都会聚到一个地方，然后来摆龙门阵，摆龙门阵，小娃儿就个人在旁边耍。我们小时候就是属于在旁边耍，然后妈老汉儿啊，都有时候摆点龙门阵、打牌呀、喝点茶呀。其实马上都像现在能够做起哈。现在你好熟？我现在啊，我28岁，所以其实我也不小了。在我们那边儿当时0号他们取经，去了过。坐下。朋友向翔来给军哥送一本书，他俩都是重庆历史地理爱好者社团中大神级的人物。我哥开瓶天府可乐上，回来到年节来，每次都要来整瓶天府可乐。满满童年回忆的天府可乐曾经销声匿迹，近年才重现江湖。想到那个，看一下我的那个开单。可以看一下。哎，那个还是个感觉。烤火盆儿。可以。马上我来整哈。我跟你一起。哇！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个人在外面都是野粑粑上面生火，然后烤红烧。讲究那个油火很香。不存在。军哥现在每天都在这儿吗？基本上。哎，精神都在的。哎，我觉得那种好好哦，就感觉就是回归了哈。都是啊，就周围那些熟人又多，大家都是感觉都像我们那个70、80年代那种感觉。对头。你好认点手哦。我晓得哎。哇，那猫儿好乖啊。都是流浪猫。咪咪。高兴了，高兴惨了，它开始咕咕咕了。高兴惨了，咪咪。当时你们渝东那边住的时候，对哪些东西最感兴趣？其实我们也是靠到江边啊，比如说晚上放学呀，这些江边去谈水啊、游泳啊，然后有防空洞啊，也在那边耍。我记得防空洞，我小时候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现在人的纳凉的一个地方。只要路过防空洞，哇，那个风，就是那种凉风刺骨的寒冷。它整个来说，防空洞在渝中区的时候，包括那个啥子医院呐、后头学校啊，包括工厂，全部在里头。所以说，在那个13年的时候，整个重庆人口只有42万，但是防空洞所能容纳的人口是44.5万，所以整个来说都是一个地下城。所以很多都不晓得，原来我们小时候都喜欢装防空洞。哇，那个好带感哦，那个感觉。都是啊，有点那种地下城与勇士的感觉。而且还有那个里头的故事很多，我感兴趣的话，明天都可以一起去走一下。可以。
原来在外地待了10年，特别是每次过节的时候都特别。今晚的露天电影放的是意大利的《美丽人生》。那个电影都是聊户外那些噻。对头，好感人哦！我现在大概具体已经忘了他说的啥子了，但是都记得他后面是为了他女儿，是不是？那现在想的话是父亲对你影响大吗？还是母亲对你影响大？父亲对我影响大，我老汉儿对我影响大。我也是老汉儿对我影响大。所以说，有时候老汉儿啊，像父亲那种对娃儿的爱哈，不像妈妈对娃儿那个外放哈。对的。其实还是有点收到起的，更多的是走一个内心。对的。你这儿说得好，走个内心。像我老汉儿对我其实也从来好像也在我从小到大的印象里面，我觉得我老汉儿好像也没对我说过很外化的话，这样想你啊、爱你啊那种。对哈。都是我妈说。但是啊，我老汉儿，你永远都感觉到我老汉儿他是用实际行动在关心我。比如上大学的时候，生活费啊那些狗啊。基本都是他老汉儿先提出来哈，我娃儿也是狗啊。我妈都说啊又花完了啊，然后老汉儿就说呀给他嘛。老汉儿来大度些，真的。重庆男人的耙耳朵全国闻名，重庆男人自己却引以为傲，因为所谓的耙耳朵，根本是疼老婆、爱孩子。耙耳朵代表猩猩雄赳赳地出现在一群接学生的大爷大妈中。大声说2个脚。就是哦，10吃20吃100那是最好。可是这题很重啊。你考100考得越多，我越高兴。底下，海底，栏杆。栏杆是指的栏杆，不是蓝颜色的杆。嘿嘿嘿嘿。1、2、3、4、5、6，什么乱七八糟的！还你们那些题啷个出的？这个都是无厘头题，全部是些。你啷个算出每一户的人来的？辅导作业的温馨时光没有持续太久，很快，星星因为出题的不严谨，开始生气较真儿。你只能回答他多了几户，你不能回答他多了几个人。这种棘手场合只能靠妈妈出来救火。他说他单位大也是人，都是人。他单位大的是人，那我问你嘛，一户有几个人？你认真读题，你告诉我呀。他告诉了你们的一户有几个人嘛？你都着算他那个，着算他。那个不是着算，对小朋友的教育，现在那我们着算课前可以啷个放就啷个放吗？想变好多数就变好多数吗？被老婆赶出屋的星星，趁机回到了自己心爱的收藏中。那是个老的流程，你看他那是日本产的，应该很大年岁了，比我年岁大，是老的哥伦比亚。或许受重庆抗战历史影响，星星是军事迷，收了许多2战时的老物件。他那个不是要卡，卡到了，先把它钉在那里，就给它上调，4、5、6、7、8、35、35、37、38、39、40。那都是为啥子要数数哈？数数的原因是因为它是老的发条，因为太老了。这张几10年前的唱片，居然还能唱出2战时美国的流行曲。那个声音没得100年，也有几十年了，估计唱那个歌的人都做古了。那个是我收藏最得意的一个，开始在动了，就可以开始拍了，啊，就那就看到外面就可以。那是台剪辑机，就相当于我们的Premiere 啊那种里头的那些东西。这里有个很老的一个间谍机，间谍相机，是因为我遇到了，我觉得太漂亮了那个机器。我一直觉得我收藏那些东西的原则是一个原则，我不是那个机器的主人，我只是它的保管者。今后还有可能还会到别人手上去，
啊，到别人手上的话，只要那个东西传下来都不得了的，那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你不管它是为啥子，那个声音听起都特别舒服。有的时候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会把那个东西摆一地，慢慢看。那种有点儿，你看过《魔戒》里头噻，那个小妖怪看到魔戒的那种感觉，那个时候我的表情可能我是不太想的话，可能很贪婪。老物件儿通过保管者流传下去，就像一座大城的魂魄，经由一个个小人物的记忆保存了下来。冬天的下午，圆圆和于正豪拎着演出服，坐了很久的地铁，去年会上演出。年前是剧团最忙的时候，每周都有几个企业演出，圆圆的嗓子都哑了。看到圆圆士气低落，于正豪拿出一个紧箍咒逗她。曾经，你带上他，就是我的儿子了。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两个来给大家说一段，说呢也不敢说，还介绍一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呢叫李媛媛，旁边那位是我的搭档。你看啊，咱们现在重庆建设的非常的好。年会的气氛跟小剧场演出完全不一样，台上说学逗唱，台下自顾自社交碰杯，是每个新人演员必经的挫折。这也是圆圆把理想当成职业后必须付出的代价。身旁的好朋友、家人们来积极分享。我以为你要再说一个。那这酒刚开始喝，嗓子皮了。我听都听出了，专门给你递的词儿，你还不那个？哎呦！即使是没人在听的演出，下台后两个年轻人还是严肃的复盘。演出结束，圆圆坐地铁回家，脱下演出服的她露出疲倦的神态。轻轨夜晚搭载的大部分是像圆圆一样疲倦加班的本地人，肖战也曾是他们中一员。窗外夜景璀璨，就是出自像他们这样奋斗着的平凡的人们，是普通人创造了城市的精彩。鞋还来不及脱，就倒在床上睡着了。晚上他还有一场直播，这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下班后，圆圆还需要上舞台以及做直播，她的舞台梦需要她双倍的付出。丧丧的拖过直播架，开始直播。欢迎大家今天开播啦！谢谢成都啊，太长了。你们平时在哪里表演哟？我们平时是在周五在385号码865场呀。呀不是，他往后跳。哇，你把脸离远一点，你把我吓到了。和于正豪连麦，小伙伴又开始并肩战斗。不知不觉，圆圆又露出舞台上的神采。主办方安排你们2个人做麻将房，就你们俩对摸是吧？对摸，哎，糊了，清一色。在老家，圆圆的同学已经开始结婚生子，但在重庆这座大城，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才刚刚站到了起跑线，苦涩与甜美并行。挫败感是真实的，鼓舞也是实实在在的。说重庆在推着我成长的圆圆，和重庆这座城市一样年轻。所以说里面的话是3层楼的空间，对头。哇，我觉得好神哦。所以说实际上你在地下也是要上下楼的。
等会儿我们可能都还是看得到那个楼梯。向翔如约而至，带肖战探寻地下重庆。武当俱全。他们的第一站是南岸黄山防空洞。他们为子不把都知道重庆地面是个立体空间，开发出来的。其实它的下面还折叠了一个地下世界。只能是说，即使现在要开发的话，可能要一段一段的进行开发是比较好的。我们就开始地心之旅嘛。哦，要得。还要拿那个电筒，我有点紧张。那面我在先头里头走。那面是没得灯儿的吗？对头啊。其实冬天在里头还很暖和，夏天很的凉快。哇，我们真的要那个进去啊！哇，可以看到它实际上还是原来的那种原型。哦，我觉得这个真的太伟大了。你像，其实我在重庆生活那么多年哈，我对防空洞的了解其实还是很少。我们可以在那个里头去看一下，那是以前的那个指挥室，然后以前的一些重要的军事会议会在里头开。你看那个墙上头那块儿，实际上是非常有那个玄妙的。实际上它是分了几层，你摸一下是像泡沫一样的东西，都是随便再轰炸，哪怕那个洞子要塌了，在里头是点儿都听不到声音，也没得任何的震动的。而且它是两边你看各有出口，都是说通的，哪怕那边出现了一些意外，那边还可以走。对头。我都完全不晓得，我就哦，慢点咯。哦，是不是感觉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啊，像那种入口的话，肯定还有很多哈那种口儿，漫山遍野开了无数个那种洞。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看一下。然后你看，那是原来的那个，实际上也是一个指挥大厅，然后后头改成了那个相当于。那是在哪点哦？原来是朝天门，已经没得了。哇！然后我们最多的是原来那个解放碑啊、朝天门地下商场噻。那现在都是在里头的。所以说有印象。所以说地下商场也是防空洞。对头。重庆可能是地下城使用最广泛的城市，每天有几十万人穿梭在昔日的防空工事里，而浑然不觉。一般现在地下，像我们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原来我们还有菜园板去卖书哎，那个地下书室都是防空洞。对头。啊，包括我们穿的很多那种地下，你有没得印象？可能你都走过的。我是走了无数次，我是没想到它是个防空洞。都是啊，而且你看，它也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它都有，而且很多地方它实际上都是有那种都是支路的，现在把它封了。哇，太有意思了！而且那节正好在航线上头，有一种那种时空陡移的感觉。然后对，感觉又要轰炸。原来走到里头的时候，经常都有蝙蝠那个哗就飞出来了。哎，我记得也是，我记得小时候都上野洞子，然后也是有那种很多蝙蝠，我们拿火柴往里面划，哗都飞出来。哇，那你还是很勇敢的。我们当时都，所以说我觉得那个说重庆是魔幻的嘛，它其实不光是地面是魔幻的，地下也是魔幻的。对头。像你像我们现在提到重庆很魔幻啊，3D 城市啊，一直只是说它的地面有好魔幻，其实我觉得它的地下反而比地上还要丰富。所以说当时的躲防空洞，实际上常见的情形是啥子？都是警报一响，都本能反应，全部都往防空洞里跑，然后全城人都在跑，所有都是拜访的一些老人来。他说起躲洞子那段经历，他都不是觉得那是一段苦难的经历。他说每次那个警报响哎，他说他都特别期待。我说你轰炸的话还是很期待。他说因为隔壁班他有一个很心仪的一个女孩。那个真有点像我们有时候比如上学的时候出早操哈，苦中作乐的感觉哈。所以说当时我觉得重庆人现在那种性格也有那种一种传承。我们应该往哪边走啊？那边是不是？对，我们应该是往那边走。走了，感觉有2个动作，我们感觉都有点迷路了。对，他应该是往那边走，哇，哇哦！哇，终于看到哇，大老鼠跟飞老鼠。其实原来那个地方是个通风口，后来把它封了，怕漏水。加油！哦，不要下它了，它会掉下来了，嘿。走了，快点走了。看那啥子？跑！很惨了，是。
看洞完毕，两人来吃洞子鲫鱼。哇，都是在外地都看不到那种。你看油好舒服嘛，红橙橙的。嗯。哇，那鱼太巴适了，就感觉很爽。哎呀呀呀！那你小时候也是在相当于那种大院或者厂头那个长大的吗？厂区，也在厂区长大。嗯，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重庆当时一料哎，很多人因为重庆它是一个工业城市，特别是一个军工城市，很多人都是那种大厂那个厂子里那个长大的嘛，都认得到，看他邻居全部，基本上妈老汉儿他们都相互都认得到。哇，重庆的鸳鸯锅，就像你那炙热的灵魂。神经病。别的城市的鸳鸯锅是太极，你好，我怕那个门。重庆的清汤锅是一个渺小的同心圆，诉说了清汤被歧视的一生。封箱演出开演在即，圆圆约了闺蜜和搭档一起吃火锅，放松一下。没有跟上，神经病，没跟上，跟上节奏了吗？我们应该有3年没有去吃饭了，2年，有那么久？不至于，因为我说了嘛，我记得我们两个上回见都是上回在那个医院。你是看颈椎的嘛？当时那个说的那个好像长了个啥子吗？当时说那个妇女包你说的颈椎不舒服，都是那个，真的。结果都是说的肉多了。朋友已经1年没见面，相互挖苦起来还是这么知根知底。你他妈半夜三更我送的你们2个。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我们填那个相声有新人的报名表的时候你写的啥子？我说因为我想混，没有忘了，我说因为啥子？你还写了一个证明女的也可以说相声。对啊，证明女娃可以说相声，还有一个想让我妈认同我。狼娃儿一般屋头管得没得那么严。等会儿。你是啷个说服你妈老汉儿的？我妈现在也没有说好让我放心，哎，经常会念我喊我回去，偶尔也不经常，不能说经常。我妈又不好意思说伤我，我妈就问我是说很委婉问我说，你好久回来哦，好久忙完。妈妈想让圆圆当老师，圆圆让妈妈等自己3年。我觉得我累血得很。直到去年，她在抖音有点红了，她的舞台梦才变得真实了一些。我从小到大都很听我妈妈话，我好像从小，我妈让我考重点班，我就考了重点班；我妈让我考二中，我就考了二中；让我考绵中，我就考了绵中；让我考师范，我的6个志愿全部填的师范，我高考志愿都不是按照我自己想法填的，就是家头让我填的师范，所以到了后来之后觉得成年了就可以不听妈妈的了，就可以自己想做些自己的事情，妈妈的话就不用。我说后来就眼泪都止不住，就算了，我也不说回去，没眼泪着吧。我久了，我都很想哭。大家都很喜欢我，点头。脾气很好，性格很好。你把个人都说笑了，我没话了。脾气很好，性格很好，很会照顾人，全天下最优秀的人呐。信哥点头，镜头点头，镜头也要会点头。要不是你太贵了，我给你炸了！我跟你说。圆圆在解放碑演出，附近就是像大船一样的朝天门码头。这座乘风破浪的城市，给了这个外地年轻人无限的可能性，给了他无限的希望。2块的小票我们要掐点儿。小贝。拿点嘛。2块的小票，那以前是老爷住的地方。周末，星星一家去老崇刚改造的工业博物馆玩。妈妈的姥爷也住那点儿。爸爸的外公也在那点儿上班。星星和妻子都是老崇刚的长子弟，
小时候可能还一起在职工澡堂子里洗过澡。草草，但是原来那个地方是最繁华的地方。什么叫繁华？就是很热闹，下了班儿卖包子啊，卖油条啊，卖饭呐，大家在里头买菜呀、粥啊，商店啊，都在那点儿。然后以前爸爸妈妈洗澡都到那儿来，那个下头来洗澡。爸爸小时候那儿来洗过澡的，说不定那阵还遇到过妈妈的。那个地方小，你看那个高炉。那你们不是工作才认识的呀？是工作认识，但是小时候我们在。是啊，那是后来才发现的。对，后来才发现，小时候可能在一个，我外公跟你爷爷是好朋友。反正就是我们两个认识晚了。就认识晚了，认识的实际上是晚了。不一定有今天了，是吧？对。那可能就是只能叫哥哥了。对。工业博物馆，原来那儿就是重钢。很快，以前我们小时候都看到烟囱高头一直冒白烟儿，好像说是把钢炼好了，然后都运起走，都在那个。妈妈尽是给你乱讲，那些你要听爸爸的。火车主要是运啥子来？运煤炭和运。你看那儿站那个工人，他戴了一个那个像爸爸那种帽子，是怕太热了烧到起后背，戴那个眼镜，那个眼镜是个墨镜，因为那个钢水很亮噻，容易把眼睛刺伤。对，他在吹啥子？我对他在吹鸡腿。吹玻璃，哎，快来看！我跟你讲哈，我们屋头哪个开得来机器？奶奶开得来。奶奶和爷爷都开得来那个机器。那个你大炮枪你不喜欢看就算了，摩托车你要不喜欢看，我这车底要哭了。哎呀，跟你说不喜欢就不喜欢嘛。那些东西我们都用过的，你看妈妈小时候的手风琴都是那种，哎，真的是。那这块看我小时候的手风琴。没哪样东西没得，真的是没哪样东西没得。然后我给你讲个，有个东西，那个是与吃有关的，你过来看一下。你喜欢喝可乐噻？你想喝可乐噻？爸爸妈妈小时候呢，没得噻，可乐也没百事可乐。是天府可乐。天府可乐那是重庆人自己的可乐，那像时光机一样。爸爸像2个小的时候就做过的，他掉到江河江的，掉到江高底，从那边那个岸上一直给他坐过去。那天我带你一起坐索道嘛。我们从小生活在这个，你看外头那个火车，城市传奇，都是那些爷爷造出来的。是开爷爷的说。而且爷爷还是很能干的。从我祖辈开始，他们是我的独立站。当我有时候审视到很高的点看到那片十里康城的时候，根本不敢相信，他在几年后他会消失。所以这个城市真的是无法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它。如果硬要我想的话。